大家好，我係添 Sir，今次帶大家由深業上城行去少年宮，中途會登上蓮花山睇風景，路程好短易行，唔使行馬路㗎，行街之餘都可以上下山。睇之前記得撳着個鐘仔同訂閱喎。先介紹一下呢個新嘅深圳大灣區吃喝玩樂行山分享地圖俾大家，網址係 szmap.teamhiking.com， 大家亦可以掃描呢個 QR code。地圖主要係幫助大家去計劃喺深圳大灣區吃喝玩樂行山時候嘅行程。想去嘅地方附近有咩大商場可以飲飲食食，有咩重點打卡位，甚至行山等資訊都一清二楚。建議大家用電腦去睇呢個地圖，係會方便好多㗎。只要將 mouse 拖到去資訊點，相片就會自己彈出嚟㗎啦。如果商場係有官方網站嘅，亦可以 double click 轉載去官方網站。花海、商場、景點一應俱全。基本上我去過嘅地方都已經列晒出嚟啦，大家可以作為參考。部分景點如果有 YouTube 影片介紹嘅，亦有標示，只要 double click 就可以彈出相關嘅 YouTube， 非常方便㗎。大家就隨意咁喺地圖畫嚟畫去，睇睇有咩地方未去過，有咩地方好想去打卡嘅呢？行山路線係會有非常充足嘅指示㗎，大家只要睇返相關嘅 YouTube。去書店扮文青又得，去圖書館、藝術館感受一下氛圍都得。呢啲又靚又易去又易行嘅戶外打卡景點都好受歡迎㗎。打完卡就去商場行街飲飲食食。地圖係會不斷更新，大家可以善用嚟編排行程。亦歡迎大家加入我哋嘅深圳大灣區吃喝玩樂行山分享群組，掃描以上嘅 QR code 撳加入就得㗎啦。大家除咗可以一起分享喺大灣區嘅闖蕩資訊，仲可以見到添 Sir 嘅最新動向。好啦，繼續介紹呢條路線。今次係會介紹點樣由深業上城行到少年宮。由深業上城嘅小鎮起步，然後行約1.5公里左右，就已經可以上到蓮花山嘅山頂。山頂好開揚，可以直望市民廣場，而下面就係少年宮啦。跟住會教一教大家點樣喺深圳十峰打卡，隨後會沿蓮峰東徑嘅梯級落山。山腳就係深圳書城嚟㗎啦，全程不足3公里，基本上1小時內就行完㗎啦。如果唔信蓮花山嘅，亦可以穿過蓮花山公園，直接行到少年宮，20分鐘就到，一定快過搭地鐵上落，仲要轉車時間。呢條路線嘅地圖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前往深業上城嘅方法好多，最快捷嘅方法當然係搭地鐵啦。只需由福田口岸站乘搭10號線，搭5個站到冬瓜嶺站落車就到，車費只係3蚊，長者就免費添。從 E 出口嗰邊出閘，沿住一條好長嘅走廊行。條走廊究竟有幾長呢？
大家睇一睇就清楚啦。估計個距離就似由中環站行到去香港站咁遠，比由尖沙咀站行去尖東站遠一啲啦。轉完右又轉左，轉完左又轉右，最後仲要橫過一排小店食肆，前後差唔多行咗5分鐘，先至離開屬於地鐵嘅行人走廊。嚟到深業上城後，循最近嘅扶手電梯不斷上，唔好直行穿過商場，要垂直不斷轉上去，搭到上頂為止。亦可留意商場內往小鎮同蓮花山公園嘅指示。踏入小鎮之後，立即轉右，唔好直行。直行就會去錯筆架山公園嘅方向㗎喇。依邊係應該會見到加價同喜茶嘅。如果展期仲未完，都會見到小王子嘅大型擺設。適逢深圳花展，商場佈置得額外色彩繽紛。去到盡頭，接上一條好靚嘅天橋。旅程亦正式開始。喺呢度晚上係會有好閃爍嘅燈光，非常之耀眼奪目㗎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夜晚走到深業上城嘅另一邊，往筆架山公園嘅橋睇一睇。嗰邊嘅落雨松燈光隧道係比呢邊仲靚㗎噃。走到橋嘅另一邊，就離開深業上城，進入蓮花山公園啦。喺入口可以揾到公園嘅導遊圖，呢個位置係東門。上蓮花山嘅就轉右，唔上山繞山腳到少年宮嘅就轉左。先講轉右上蓮花山。拍攝當日係2023年深圳簕杜鵑花展嘅首日，公園嘅大路上都放咗唔少嘅臨時帳篷，售賣各式各樣嘅擺設同飾品。由於公園路上人多，所以我就直接穿過草地到右邊，接返去冇臨時帳篷嘅公園路，繼續沿石屎小徑行。有興趣賞花嘅可以逐一慢慢欣賞，展品實在太多，大小店鋪亦唔少，唔一一拍啦。呢條係公園東北面唯一嘅大路，路牌指示非常清晰，方向就係小平銅像廣場。地圖上顯示嘅唔同顏色線都係主徑，即係大路嚟嘅。呢條路線只係會行公園嘅其中一小部分嘅啫。以前都曾經行過一個大圈，真係好大㗎，大概要行2個鐘。有時間有興趣嘅，不妨兜一個圈試試。唔經唔覺嚟到山腳，開始上斜啦。由東門行過嚟，唔周圍亂兜嘅話，大約係要5分鐘。行到上依個分叉路口，就完成咗前段嘅斜路。轉左繼續上斜就係小平銅像廣場，轉右就係逆時針環繞公園行。後段呢一段路嘅斜度都幾平均㗎。就連電動輪椅都可以上落。
講一講呢啲赤道數據俾大家聽。剛剛山腳位置嘅海拔約係30米，而山頂嘅位置就係海拔106米，故此我哋係要向上攀升約76米㗎。全程上山嘅斜路喺地圖上面量度約係900米，計一計數，900除76，整體斜度就大概係1:12啦。呢條就係登上蓮花山北面條斜路，係一級梯級都冇㗎。而路牌所指示嘅蓮峰東徑同蓮峰西徑，就係喺東西兩邊分別都可直登上山頂嘅梯級山徑。本城輕鬆上山嘅宗旨，有斜路同梯級選擇，當然係選擇斜路上山輕鬆好多啦。嚟到山頂廣場啦，先會見到一幅大型金漆題字，內容就自己睇啦。從右邊繞到後方，就係小平銅像廣場。廣場非常多人，即使閒日，亦十分多人慕名而嚟。廣場嘅中央豎立咗一尊鄧小平嘅紀念銅像，係喺度行緊路咁樣嘅。行到旁邊睇風景，廣場嘅正面望向市民廣場，好有氣勢。前面就係深圳書城中心，左邊就係少年宮藝術中心、博物館，右邊就係音樂廳、圖書館。好，教一教大家點樣喺官方嘅深圳十峰登頂打卡先。先打開微信，搜尋小程式深圳十峰，做一個簡單嘅登記程序，然後撳打卡，系統就會根據你嘅位置喺對應嘅山峰登錄打卡。登頂成功打卡後，會發俾你一張登頂紀念證書，以作紀念。除紀念證書外，仲會得到一個勳章。喺小程式內嘅我的勳章就可以查到你過往登頂嘅記錄。欣賞完風景之後，就從左邊落山。左邊呢條梯級就係蓮峰東徑，只要沿住佢一直落，就可以極速落到山腳㗎喇。如片段所見，梯級唔算密，級與級之間嘅高度又唔高，而且都幾闊，所以即使喺呢條梯級倒轉逆行上去，個難度最多都只係1.5星嘅啫，唔比行斜路上去輕鬆，但絕對係簡單易行嘅。每當遇到分岔路口，都係靠右行，不斷靠右就得。靠右落山條路就係最近少年宮嘅。行錯咗去左邊唔緊要㗎，落到公園大路都係殊途同歸，冇問題嘅，行多幾十米路嘅啫，唔使10分鐘就可以落到底，快嘅話5分鐘都唔使。落係快過上幾倍，路程短好多。當見到大草地，就即係差唔多行完啦，唔使行小徑㗎。市民廣場呢個地標好明顯，直接向住佢穿過草地行過去就得啦。去到盡頭呢棵大樹嘅旁邊，就係深圳書城中心嘅出口啦。原來呢段時間不但有花展，仲有書展，怪不得咁多人啦。好輕鬆就由深業上城行到去少年宮啦，係咪好容易呢？
去到少年宮，當然係要落深圳書城行一陣啦。仲有書展，有興趣嘅就自己慢慢睇啦。商場旁邊有一排嘅飲品店，而行入商場就係書城啦。書城除咗有書之外，都有啲食肆嘅。大家儘管慢慢行，行到夠，食到飽為止先至離開。經蓮花山嚟少年宮嘅路就講完啦。咁唔上山又點呢？都得嘅，係可以穿過公園行過嚟㗎。好，返去蓮花山公園嘅東門入口。唔上山嘅話，就喺入口轉左就得㗎啦。星星嘅位置就係東門嘅入口，紅色箭嘴就係穿過公園條路，入夜行都冇問題㗎。部分路牌仲有照明添，方向係沿綠榕路往南行。時間夾嘅話，仲可以欣賞到大廈嘅燈光 show。晚上嘅大草地係你估唔到咁多人喺度玩㗎。四周圍都係唔同嘅燈光圖案，小朋友就最鍾意啦。日與夜彷彿變成兩個唔同嘅世界，好靚㗎。今次咁輕鬆好玩嘅旅程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。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 teamhiking.com， 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